说到笔电里的处理器，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的是 Intel， 毕竟它在这产业称霸了好几十年，几乎是电脑的代名词。但近年另一个名字越来越常出现，那就是 AMD。AMD 不是以前比较少人用的那家吗？怎么现在华硕、MSI、宏基甚至电竞品牌 Predator 都在用？没错，这家公司正巧巧重返荣耀，甚至已经是全球第2大微处理器厂商。其实 AMD 的故事才是真正的小虾米对抗大鲸鱼。Intel 可是自家有晶圆厂、有完整供应链控制的大型半导体企业，不止技术领先，资源也比人家多太多，市值比 AMD 多出3倍以上，听起来根本没得比。但偏偏就是这样的背景 ，AMD 却在近几年一点一滴把本来被 Intel 垄断的市场抢了回来。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切的转变，其实和那个让 AMD 走出谷底、重拾信任的关键人物苏姿丰博士有密切关系，而且他居然还出生于台湾。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布丁盘、不短冲、只报大波段的频道。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这是我的投资理念。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了解 AMD 怎么从被看衰的2线品牌，一步步翻身成为全球科技舞台上不可忽视的角色。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主题吧。AMD 逆转前的市场格局。其实，在 AMD 翻身之前，它也曾经风光过一段时间。很多人不知道 ，AMD 和 Intel 的创办人其实都来自同一家老牌半导体公司，叫做仙童半导体。这家公司可以说是整个矽谷半导体产业的摇篮，许多科技巨头的创办人都是从这里出身。AMD 的创办人杰瑞桑德斯跟 Intel 的创办人戈登摩尔原本都是仙童的工程师，后来开始各自创业。但不同的是 ，Intel 一开始就定位为高技术、高效率的公司，锁定企业市场，而 AMD 则是以做出平价但不失效能的处理器为主轴，扮演市场中的第2选择。早期 AMD 的产品也有不错的表现，甚至一度成为不少 OEM 厂商的首选，毕竟它价格实惠，表现也不差，是很实际的选项。但真正让 AMD 落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是 Intel 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一个策略，叫做 Tick-Tock。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钟摆的声音，但它的运作其实非常有节奏。简单说 ，Tick 就是制程升级，比如从90奈米进步到65奈米，让晶片变得更小、更省电；而 Tock 则是架构升级，代表在原有制程上更新整个处理器设计，让效能变得更强。这样一来，每隔1年 ，Intel 就能推一代新产品，不是更省电，就是更快，形成一种年年有新款的感觉。对消费者来说，看起来好像进步不大，但企业采购部门、OEM 厂商却吃这一套，因为稳定、更新规律，技术也够成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厂几乎都选择 Intel， 而不是 AMD。这个策略的威力惊人，因为 AMD 根本跟不上这个节奏。你想想看 ，Intel 是自己有晶圆厂的，技术更新掌握在自己手上，资源又比 AMD 多太多。每一次的 Tick 或 Tock 对 AMD 来说就是一次压力测试。更糟的是 ，Intel 虽然每一代的效能提升看起来没那么夸张，但就是这种慢慢挤牙膏的做法，却把 AMD 挤到快没空间呼吸。到了2015年 ，AMD 几乎被市场边缘化，不只是消费市场，连企业、伺服器市场都节节败退，财报亏损连连，股价跌到谷底。当时的 AMD 说真的已经不被主流媒体看好了，很多投资人都觉得它快撑不下去了，不止打不过 Intel， 连 NVIDIA 在显卡市场也一路超车。一家公司 CPU 被压制， GPU 又被抢走，几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如果那时你问市场上的分析师，谁还相信 AMD 能翻身？大概没几个人会点头。但就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 AMD 做出了一个关键的选择，请来一位新领导者。他不是行销高手，也不是财务长，而是一位真正懂半导体技术的工程师。这个人就是后来带领 AMD 东山再起，被封为科技圈女英雄的苏姿丰博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他是怎么一点一滴把这间快要沉船的公司拉回主流战场的。 AMD 的逆转关键。我们刚刚提到 AMD 曾经长期被 Intel 压着打，那么他是怎么办到逆转胜的？这一段故事不只是科技业的经典逆袭，
更是一场小虾米对上大金鱼的经典案例。整个转捩点从 Intel 自己跌了一跤开始。当年 Intel 原本要推出7奈米制成的新一代晶片，结果因为制程良率不佳，产品延后了不止一次，整整慢了1年。对这种全球市场争分夺秒的高科技产业来说，这根本就是灾难。也正是在这段空窗期， AMD 靠着与台积电合作，率先推出了7奈米晶片，顺势抢下了原本 Intel 的订单。Intel 一直是垂直整合的代表公司，设计、制造、封装全部自己来，这在以前是优势，但在晶片越做越小、制程越来越难的时代，反而成为一种包袱。特别是当制程进入10奈米、7奈米甚至以下的节点时，每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整个延误。相较之下， AMD 虽然早期也是自己从头做到尾，但他在2009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制造部门独立出去，成立了格罗方德。AMD 自己则专心研发晶片设计，慢慢转型成一间无厂半导体公司。后来因为格罗方德的制程技术追不上业界节奏， AMD 更直接转向与台积电合作。这一步不止务实，也很明智。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什么台积电制程领先全球，但其实当时能看清这点，而且大胆把订单交给台积电的大客户并不多。AMD 是其中一个最早押宝成功的，也因为这个策略，它才能顺利推出效能强悍又稳定的 Ryzen 和 EPYC 晶片，正面击溃 Intel 多年的优势。而这一切背后的关键推手，就是我们台湾人非常熟悉的苏妈苏姿丰博士。苏妈在2014年接下 CEO 时， AMD 根本是处于快要垮台的边缘，不止营收下滑，产品失误连连，现金流吃紧，甚至连业界都不太愿意跟他合作了。但他接手之后，没有大喊口号，也没有画大饼，而是很务实地做了2个关键决定。第一，他和格罗方德结束绑定关系，让 AMD 可以自由选择更先进、更稳定的代工伙伴，也就是后来的台积电。第二，他把有限的研发资源集中投入在2条战线 CPU 和 GPU， 简单说就是个人电脑跟伺服器这2大块。没多久，我们就看到 Ryzen 处理器开始攻占桌机和笔电市场，而 EPYC 处理器则强攻资料中心和企业伺服器，2条战线同步开花，直接打中 Intel 的核心市场。而这些努力也在2019年看到成果。当年 AMD 的全年营收达到47亿美元，是他上任时的2倍，而且还没算上后面几年疫情带动的远距需求，笔电与伺服器的销量暴增， AMD 简直就是直接吃下红利。苏妈没有停下脚步，他持续押宝高效能运算领域，推出第3代 EPYC 晶片，能容纳将近400亿个电晶体，这种规模的晶片几乎就是一座微型城市。目前 AMD 也正在和美国政府合作，打造全世界最强的超级电脑。从技术决策、制造策略到产品线的聚焦， AMD 的逆转不只是运气好，更是一次又一次策略正确的结果。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想了解我的看法，尤其是有玩台股、美股或是台指期、美期的朋友们，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AMD 的近况，在经历一连串的逆转胜之后， AMD 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加速往下一个战场迈进，那就是 AI 和高效能运算。我们常说 AI 是未来的关键技术，但你知道吗？现在其实已经是 AI 的时代了。不管是 ChatGPT、Copilot， 还是企业内部的 AI 模型，都需要大量的算力来支撑。而这背后，谁能提供越快、越省电、越稳定的运算资源，谁就能在这场竞赛中脱颖而出。这就是 AMD 最近几年的重心 ，AI 加速晶片。过去大家一提到 AI 晶片，大概脑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辉达，但现在 AMD 也杀进这个市场，而且来势汹汹。他们推出的 Mi300 系列 GPU， 甚至是刚在2025年中提前量产的 Mi350 系列，表现让不少人也惊为之一亮。根据业界测试， Mi350 在 AI 推论任务上的效能，甚至有些场景已经可以超车辉达同级产品。更重要的是，它每1美元能处理的 token 数量，
还比对手高出40%。这代表你花一样的钱，能让 AI 模型跑得更快，效率更高。这样的表现马上就吸引了不少大客户，像是 Oracle 就用超过2.7万个节点建了一个大型 AI 丛集，全部采用 AMD 的架构。而包括 Google 在内的云端巨头也纷纷推出基于 AMD EPYC 处理器的新一代运算实力，效能比上一代整整高了1倍，等于说同样的成本能做更多事情，更快处理资料。除了伺服器市场的攻城略地， AMD 最近还拓展到一个比较少人关注却非常有潜力的新市场——主权 AI。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 AI 技术如果完全仰赖美国或中国的公司，风险太大了，资料会不会被拿去训练，算力会不会被卡住。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很多国家开始自己建 AI 基础设施，要自主运算、自主控制，这就叫做主权 AI。 而 AMD 正是目前少数有能力提供这类解决方案的公司之一。像沙烏地阿拉伯就已经跟 AMD 签了数十亿美元的合作案。根据媒体报道，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在跟 AMD 洽谈这类建设案。也就是说 ，AMD 不只是卖晶片，它还成了打造国家级 AI 系统的关键伙伴。未来 ，AMD 还会推出 MI400 系列与全新的 Helios 平台，预计在2026年问世。这会是另一个技术升级，锁定的目标不只是资料中心，还包括更多元的应用场景，像是边缘运算、智慧城市，甚至是国防科技。所以你可以看到 ，AMD 现在的定位早就不再只是 Intel 的竞争对手了。它的脚步正一步步往辉达的领域迈进，在 CPU 和 GPU 两大市场中同时开战，并且已经有明显的成果。这不只是业绩的成长，更是一场长线策略的布局。接下来 ，AMD 能不能真正挑战辉达的地位，就看 Mi 系列是否能够持续创新，还有在全球 AI 战略中能不能抢下更多关键的合作。就这样，这家曾经差点被市场遗忘的公司，现在正走在科技舞台的中央。但这是不是代表 Intel 真的要 GG 了？其实不见得。虽然外界对它的印象停留在落后制程、被辉达压着打、靠台积电代工这几个标签上，但最近几个月，它默默在2个关键领域上开始反击，一个是制程技术，另一个是5G 核心网络的晶片解决方案。先来讲制程 ，Intel 现在正在积极推进一个叫 18A 的新制程技术，这其实已经可以对标台积电的2奈米。你可能会觉得 Intel 不是之前都落后1-2代吗？没错，它确实被追过去，但这次的18用的是最新的技术架构，像是 Ribbon FED 这种是绕闸电晶体，还有 PowerFire 就是把晶圆电源供应改成从背后来。这2个技术组合起来，效能可以提升25%，功耗则减少36%。如果顺利的话，这个制程会在2025年底开始量产。而且 Intel 这次的策略也不一样了，它预计要自己生产70%的 Panther Lake CPU， 只把小部分交给台积电。这代表它要从过去被动靠代工，重新拿回制程主导权。如果良率能拉得起来，不止供应链更稳，毛利率也有机会大幅回升。然后是第2张王牌 5G 核心网络处理器。很多人不知道 Intel 的 Xeon 处理器早就在 5G 核心网络里默默耕耘好几年了。很多电信商用了虚拟化云端核心架构，背后跑的就是 Intel 的硬体。这次它推出了全新的 Xeon 6， 采用了1 Core 架构，再加上 IPM， 整体效能比上一代提升150%，电力省下来的幅度高达60%，就连伺服器的机柜空间都少了60%。这集的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认为 Intel 可以再次超车 AMD 吗？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也别忘了订阅、按赞这支影片。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欢迎底下留言，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蒙，我们下次见。